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欢迎来到桂林旅行日记。上一期视频，我们刚刚从酒店打车到桂林漓江游船的磨盘山码头。因为我们提前取了票，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进候船大厅检票了。进去之前，我们要先安检。现在去检票吧，把身份证放在这里，机器会识别我的信息。好啦，我们进来了。现在我们要去找我们的船。我们的船票上写了，我们的船在泊位5，这里停了好多船。我们把船票给工作人员看，我们的座位在2层的前面。船开动了，我们离开了码头，开始在漓江航行。这里的水很清，颜色绿绿的，像一面镜子，能看到天上的云和远处的山。风从江面吹过来，有点热。今天天气很热，大家都拿出手机拍照、拍视频。江两边都是高高的山，这些山和我以前看到的不一样。这就是喀斯特地貌。这些山的形状都很奇怪。导游介绍说，这些山有的像老人，有的像小孩儿，还有的像动物，真的太神奇了。船继续往前开，两边的山越来越多，有的山尖尖的，好像竹笋；有的山圆圆的，好像馒头。朋友说，有很多喜欢攀岩的人，喜欢来阳朔。这里有很多可以攀岩的山，而本地的小孩子很喜欢玩水，他们喜欢在河里游泳。大约开了2个多小时，导游在广播里说，前面就是有名的九马华山。大家都跑到前面去看，这座山非常大，而且很特别。它面对江的一面是黑白色的峭壁，这些黑白色组成了一幅画。导游说，这面石山有9匹马，所以叫九马华山。他问我们，你们能看到几匹马？我仔细地看了又看，发现我完全看不出来。导游说，如果看不出来，可以在网上查一查。我赶紧让朋友找一找。天哪，我觉得这非常需要有想象力。现在我们一起看看风景吧。午饭时间到了，游船上可以买盒饭。我们想下船以后再吃饭，所以我们没有买。我们又到船头去看风景。漓江游船有一段风景，是人民币20块的背景。我们到了以后，
拿出了一张20块钱，对着远处的山比一比，发现真的是一样的。导游说，这个地方叫黄布倒影，因为水很清，山的倒影在江面上，就像一面镜子，特别美。我们在船上拍了很多照片，有的人拿着20块钱，对着山拍照，有的人坐在甲板上拍江水和倒影，阳光照在水面上，水波一闪一闪的，山的颜色也变得更深了。蓝天、绿山、清水，这就是桂林最有名的风景。导游说，这一段是漓江最经典的地方。最后，船慢慢的靠岸了，我们到了阳朔码头，工作人员让我们排队下船。我回头再看一眼漓江，心里觉得有点舍不得。我告诉朋友大碗，这次的漓江游船真的很不错，我很喜欢。现在我们要去吃午饭，因为饭店2点半要休息。现在已经1点半了。朋友大碗怕来不及，决定打车去饭店。2公里，15块钱，我觉得有点贵。但是今天天气很热，我们刚才走了10分钟，就出了很多汗，而且我们的包很重，路也不熟悉。大碗觉得打车还是更快一些，因为他真的很怕我们来不及。我们在网上买了一个109块的套餐，菜很快就上齐了，菜的分量很大，我们都觉得很值，很划算。我们还点了一个特色菜田螺酿，套餐里有泉水土鸡火锅、石锅豆腐、木耳拌洋葱，另外还有茶水费、水果拼盘、米饭。大碗说，这家餐厅的石锅豆腐很有名，豆腐是黑豆做的，配上猪肉末，用石锅煮熟，非常入味，很好吃。田螺酿就是把田螺挖空，把肉填进去，然后炒熟。酿是一种做法，主要形容的就是把食材填到一些蔬菜里，比如辣椒酿，就是把肉馅儿填进辣椒里，还有豆腐酿，把肉馅填到一些豆腐里，加调味料一起炒熟，这就是一道菜了。这顿饭一共160多块钱，我觉得吃得很饱。朋友说，这家店
是一家连锁店，在桂林有很多店，而且开了很多年了。他觉得在这里吃饭不会出错。接下来我们去哪儿呢？大碗包了一辆车来接我们，去附近的一个山上看夕阳。这个地方叫千里江山图，意思是一幅非常长、非常美的中国山水画。汽车把我们送到半山腰，接下来我们要自己走路上到观景台。终于上到观景台了，人非常多。哇，终于看见了，这里的风景真的不错。远处的山看起来非常像中国的水墨画。让我们静静地看看美丽的阳朔山水吧。今天的云很厚，所以很遗憾，我们没有看到夕阳。但是光穿过云往下，照在画一样的山上，也非常好看。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桂林旅行日记啦。我们已经开启了阳朔之旅。下一期视频，我们会在阳朔继续探索。下期视频见，再见。